以前泽无君就说过，景怡跟前辈很神似。蓝景宁微笑着应和。呵，魏无羡笑了，是吗？那估计没少被你们蓝老先生罚抄家规吧？都倒背如流了，可还是死性不改。蓝景宁想起也好笑。蓝忘机眼底一丝笑意闪过，他比我厉害多了。当年3000条家规就让我头痛，浑身不自在。你们现在都4000条家规了，依得我看，蓝老先生一定比景怡头痛。哈哈，魏无羡浑不在意的笑。蓝景宁可不敢接这个话头，只闷声笑了。魏无羡看着桌子上成堆的折子，看着已经在桌后坐下，准备批阅公文的蓝忘机，傻傻的问，这就是你说的已经处理好了？你说的办法？蓝忘机看了他一眼。不然呢？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知道自己又给蓝忘机找了麻烦。公文都追到这里来了，必然也是要紧的，他还是不在这里影响他处理公务了。魏前辈，听景怡说您才病愈不久，不如先去稍事休息。蓝景宁温和地指着靠着书桌侧面的软榻。魏无羡瞪大了眼，这软榻哪来的？这荒郊野外的，哪来的软榻？听闻魏前辈身体不适，这是赵宗主派人送过来的。魏婴，蓝忘机淡淡地道，休息。哦，魏无羡摸了摸鼻子，既然人家都安排好了，正好自己也有些犯困，又不想影响蓝湛做事，那休息就休息，反正今晚还有的忙。景宁，你去接应一下思追他们。蓝忘机别有深意地看了蓝景宁一眼。是。夜晚，少年们围着房间内明亮的篝火团团坐着，火光映在少年们朝气蓬勃的脸上，给他们镀上了一层融融的暖意。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畏缩，热血和勇敢张扬在他们的眼中，他们的唇角。魏无羡喝着手中的小酒，舒朗地笑了。少年上义气，峥嵘各自担。闲护鹰叟犬，白羽摘雕弓，脚学鹅空，乐匆匆。最是潇洒少年时啊！蓝忘机看着身侧自得其乐的人，他的身子算是青年，比起他明媚的神采，清秀的五官就显得有点不够看了。原以为时间已经够长了，可看着他现在的脸，他却还是能清晰地忆起他曾经精雕玉琢的脸，修长挺直的鼻梁，樱花一般的唇色。他的笑就像阳光瞬间拨开了乌云，一下子驱散了所有的黑暗，照得人心里温暖宁静。可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他，与身体无关，与身份无关，只要是他就好。魏无羡想起一件事，正转头想问蓝忘机，回头一看，却难得的看到蓝忘机在走神。橘红的火光下，蓝忘机如玉的脸庞更是一览无遗。即便是平时冷冰冰的样子，今夜也好似被火光融化了几分冰冷。鬓如刀裁，眉似墨染，琉璃色的眼眸深邃悠远，似能看透一切。肃然时冷若寒星，含笑时如寒梅初绽。岁月对他太过偏爱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，只是少年时掩埋在眼底的冲动已经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更加理智的执着和坚韧。这样清冷的一个玉人儿，众人都避之唯恐不及，唯独他从少年时起就喜欢撩拨，即便是被他无视，跟他干架，也没能减少他对他的渴望和向往。能够整蛊到蓝忘机，就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。那血迹初情的一笑，更是印在心底，从此不忘。魏无羡摇了摇头，哎，前世今生，注定是。他邪魅的笑着，贴近了蓝忘机低语，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蓝湛，你要是再多肯笑一笑，我估计得有多少姑娘失了魂儿，多少男儿跑了媳妇儿啊！哈哈，温热的气息在耳边吞吐，蓝忘机面色如常，似是不为所动，仍旧端正地坐着，紧紧地盯着魏无羡，埋在袖中的手却暗暗收紧，眼底一丝暗光飞快地闪过。虽然魏无羡是低声私语，可蓝思追和蓝景怡都坐在旁边，修仙之人耳力都是极好的。看着魏前辈一脸贼兮兮地调戏着韩光君，是调戏吧？没听错吧？蓝景怡有些惊讶地瞪大了眼，这可是韩光君呐！魏前辈会被韩光君眼神杀死的，一定会。蓝思追倒是一副早已习以为常的样子，他跟在蓝忘机和魏无羡身边的时候更多一些，这样的场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蓝景怡扯扯蓝思追的袖子，使劲的挤眉弄眼，怎么办？
韩光君会不会罚魏前辈啊？蓝思追摇了摇头，别管，没事，习惯就好。哎，魏无羡完全是没理会到蓝景怡的心灵呼声，还在继续作死。蓝湛，你看，本来你长得跟谪仙一样，就是太冷了。以后你媳妇被你吓跑了怎么办呢？不会。蓝忘机一字一顿地盯着魏无羡道，